在我老婆刚怀上第二胎时，她和我商量，目前住的公寓有点小，孩子出生的话，空间会不够。于是我们决定在买房之前，先换到空间大一点的房子。我们两个看了一些房子后，选中了一间一户建的房子。我听不动产公司的人说，原本的屋主因为急着移民，就用很低的价格卖给了现任屋主。而现任屋主买了之后，还没搬进去住，就被公司派去国外。他们全家就去国外生活了，所以房子就拿来出租了。因为我觉得出租的理由很单纯，房子又有小庭院，空间很大，再加上房租也在预算之内。我女儿也很喜欢那间房子，于是就决定租了。搬家的第一天，我和妻子开始整理东西。我把一些东西搬到了2楼，那里有个房间，我们打算拿来堆放杂物。我打开那间房门，我就看到窗台上有个娃娃坐在那边。我记得看房子的时候，娃娃就在那里了。虽然我当时有交代不动产的人员要把娃娃处理掉，不过我想他可能是忘记了吧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娃娃还是挺可爱的，也没必要特意丢掉，所以我决定就让他待在那里。之后，我和老婆整理好房子，一家人就在那里展开了快乐的新生活。然而就在某天，我下班后回到家，洗完澡出来后，女儿已经睡了。我坐在客厅和老婆一起在看电视时，她突然和我说，她最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我问她怎么回事，她告诉我说，女儿最近总是会拿着一个娃娃玩，女儿还给那娃娃取名为小香，而那个娃娃是她以前没看过的。她稍微跟我形容了一下那个娃娃的模样。我在听完她的形容后，我马上就想到楼上窗边的那个娃娃，不过因为只是跟娃娃玩也没什么，所以我没很在意。于是我敷衍她说，那应该是之前的屋主留下来的，也没什么。但她却告诉我说，原本她也觉得没什么，只觉得女儿喜欢就好。但有天她问女儿，怎么平常都没看她跟娃娃一起睡觉？女儿却跟她说，有啊，只是每次我睡醒时，小香都会在2楼窗台坐在那边等我。她听了后觉得有点诡异，但又觉得是女儿在乱讲话。然而就在前天，她亲眼看着女儿抱着那个娃娃睡觉，但是隔天早上，她却发现女儿抱着的娃娃不见了。然后她走到2楼杂物间，就看到娃娃坐在窗台边。我在听了老婆说的事情后想，怎么可能？因为我知道，女儿连晚上上厕所都要把我们挖起来陪她一起去。她很胆小，不可能晚上自己上楼把娃娃放回去的。因此，我觉得应该是她看错了。但她却说，刚刚女儿睡的时候就抱着娃娃，要不然我们现在去看看吧。我们2个人就走到房间，发现娃娃不在女儿身边，于是我们到了2楼杂物间，打开门就看到娃娃坐在窗台上。我有点讶异，我老婆也觉得诡异。老婆说，很诡异，对吧？我们把它藏起来吧。因为我明后2天放假，我觉得先观察看看，所以我就安抚她说，我们先观察看看好了。第2天，女儿像平常一样和那个娃娃玩。到了晚上，女儿去睡觉后，我把娃娃拿起，藏到了橱柜的上方深处。结果隔天早上吃完早餐后，女儿就跑到2楼。她从楼上下来时，手里却拿着那只娃娃。我看到后感到很震惊。我问女儿说，你在哪里找到娃娃的？她告诉我，小香，她就坐在窗台边等我啊，而且小香还说很喜欢跟我一起玩。我觉得实在太奇怪了。
所以我和老婆决定把娃娃封起来。那天晚上，我等女儿睡着后，就把娃娃放到纸箱内，然后用胶带封死，之后就放到那个房间的橱柜深处的一个箱子内。我们还用其他纸箱压好它。然后隔天一大早，我趁着女儿还没醒来时，我就上到2楼杂物间。我看到那个娃娃竟然又坐在窗台边望着窗外。我开始感觉这状况似乎有点恶心了。我走近看着那个娃娃，想着他为什么总是要坐在这边呢？此时我感觉到他那姿势，好像也不是看着窗外的风景，而是面对着院子的角落。之后我打开橱柜，看到我昨晚装娃娃的纸箱，小的纸箱碎了，大的纸箱则是破了一个大洞。后来我们不管把娃娃藏到哪里，他总是隔天就会坐在窗边，面对着庭院的角落。就这样过了1个星期之后，那天我趁着女儿和娃娃玩时问了。女儿说：“你知道小香为什么总是坐在窗台边吗？”女儿说：“因为她在找东西。”那你知道她在找什么东西吗？女儿只是摇了摇头。而我和老婆对此实在太担心又害怕，于是我们2个就决定把娃娃烧掉。那天晚上，在确认了女儿已经睡着后，我们在院子里把娃娃给烧了。我把烧掉的残渣包在垃圾袋中，放到庭院的角落，就去睡觉了。隔天早上，我和老婆突然被女儿给叫了起来。女儿跟我们说：“爸爸妈妈，小香她叫我去把她找出来。”说完，我们2个就跟着她走到了院子。我和老婆看着她走到了院子的角落，然后把装有娃娃的垃圾袋拿到一旁。接着她开始用玩具铲子挖着庭院角落的土壤。我们2个人就这样默默地看着她挖了很久。过了好一阵子，女儿突然说：“原来你在这里，一定很孤单吧？”此时我内心有点不安地想着，娃娃明明就在旁边的垃圾袋中，他到底是挖到了什么？我从他的背影看去，他好像正在用手拨开土壤，然后他从土里拿出了一样东西，接着他快乐地转过身来。我看见他手里抱着一个小小的头骨，然后他灿烂地笑着对我们说：“找到小香了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。”接下来我们精彩继续。这是一个发生在我大学时期的故事。当时我考上大学，需要到大城市读书，父母同意帮我支付房租，但生活费需要自己解决。因此有天，我和父亲一起到那座城市找房子。我们到了一间不动产公司，在听完房东介绍的几个物件后，我发现便宜的房子大多都很破旧，又没有日照。虽然父亲希望我住得好一点，但为了不增加家里的负担，我选择接受现实，将恶劣环境视为一种磨练。而当我在翻阅着房东先生介绍过的房屋资料时，我发现了一间他遗漏掉的公寓。那间公寓看起来很新，而且房租便宜。于是我马上告诉房东先生想看这间房子，我们就出发了。那栋公寓所在的位置是在比较乡下的郊区，从那边到学校要搭40几分钟的车。但房子很新，且附近生活机能也算方便。于是我决定租下来了。在开学的前1个礼拜，我搬了进去。搬进去后发现，2楼只有我一个租客，1楼也只住了3户。我想着，也许是因为这里偏僻，所以入住率比较低吧。之后大学生活开始了，白天上课，晚上打工的日子很充实。忙碌的生活让我几乎每天回家都是倒头就睡。随着时间过去，
我住的那栋公寓空房间一间一间慢慢地租了出去。就在我住在那边快1年的时候，公寓最后一间空房也租出去了。然而，自从公寓满租后，我晚上睡觉时开始遭遇鬼压床。一开始我以为只是累过头了，但被鬼压床的状况却日渐频繁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又经历了鬼压床。而我在那种状态下睡着后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在梦中，我站在熟悉的街道上，那是我租屋处外头的人行道，但是本该是我住的那栋公寓的地方，看起来却是一栋陌生又老旧的公寓。而那一栋公寓每一户房间灯都是亮着的，唯独1楼最右侧的那间房是熄灯的状态。我很自然地往那间熄灯的房间走去，不过每当我踏出一步，心中就会有一股无来由的恐惧感冒出来。我不明白自己在害怕什么，只觉得真的好可怕。当我来到门前时，我感觉到房内有人。我好奇地推开门，诡异的腥臭味从房内喷了出来。此时我听到有个咀嚼的声音，我朝着声音的方向看去，透过远处的路灯光线，我隐约看到房间的正中央有个黑色人影蹲在那边，发出声音的就是他。我很好奇他在吃什么，所以我想进去看清楚一点。但就在我准备要踏进屋内时，门突然快速地用力关上，而房门甩到我面前关上的那一瞬间，我惊醒了过来。醒来的当下，我仿佛还听到了房门用力关上的声音。我想着真是一场怪梦。过了几天后，我又再次梦到了同样的场景，但有点不同的地方是，这次公寓有2间房的灯是熄灭的，是1楼最右边的2间。而这次我走去的是第2间的房间。后面梦境的内容几乎都跟上次一样，我也在同样的情况下惊醒过来。之后那个梦就像诅咒一般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，但每次那栋老旧的公寓都会新增1间熄灯的房间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梦见1楼所有房间的灯都已经熄了，终于来到了2楼了，是最右边那间房间。这次我上到2楼，先是经过了跟我同房号的房间201，之后就往走廊深处走去。来到了房门前，我推开了房门，一样是那股熟悉的腥臭味扑鼻而来。因为是在2楼，所以远方路灯照映的光线比1楼好很多，因此房间内的状况我看得很清楚。里面的状态是一片焦黑的，然后我看见有个家伙背对着我，蹲在房间中央，正发出很大的咀嚼声。就在我把目光放到那家伙的身上时，我感到恐惧又恶心，因为他那模样很明显就不是人。他身上没有任何衣物，身材消瘦，手脚特别细长，身体上也没有任何的毛发。而他皮肤的颜色就好像是鲜嫩牛肉的粉红色，从他的皮肤上还能明显地看到清晰的血管。他就蹲在那边，一边吃着东西，一边说着“好吃，好吃”。当时我因为很恐惧，想快点醒来。而这个梦我做过很多次，我知道只要我的脚准备要踏进房间时，门就会快速地自己关上，然后就醒来了。因此我抬起脚，往房门内的地板用力地踏下去。结果这次门没有关上，反而使我脚踩在房间发出了很大的声响，而且惊动到了那个家伙。那家伙马上停住了动作，接着他慢慢地转头过来。当他转头过来时，我看见他有着诡异且不协调的五官，而我就这样和他互视了几秒后，他突然朝我这边递过他手里的东西，然后他张开大嘴，笑着对我说：“
你也来吃啊？我在看见他那极度恐怖的笑容和他递给我的东西后，吓得倒吸了一口气，因为我看见他嘴里布满了像是鲨鱼一般的尖牙，而他朝我递过来的东西，竟然是一条焦黑的手臂。我眼睛扫描到他身前的地上时，我才发现那里躺着一个烤焦的人体。当下我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跳出身体了。我想赶快逃离房间，但身体却不听使唤。就在这时，有人突然从我后方拉住了我的手，并对我说：“快跑！”那个人一把就把我拽到了走廊上。接着我只看到一个黑影，一下子就闪进了201号房，然后关上了门，而我也马上回过神，往楼梯跑去。但是我才跑没几步，就感觉到房间里的怪物追过来了，而且我就快被他抓到了。当下我明白自己跑不赢，所以我便跨越走廊的栏杆，往1楼跳下去。就在我跳下去撞到1楼地板的那一瞬间，我就惊醒了。醒来后，我发现自己就好像刚刚真的在逃命一样，满身是汗。不过我马上就察觉到自己还在被鬼压床的状态，而且还闻到了一股很浓的烧焦味。就在我床边，我用眼角的余光往床边看过去，我看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就站在那里。我害怕的赶快闭上眼睛，然后心里默念着各种佛经。就在此时，我听到他对我说，他吃完这些就要煮新的了，你快点走。他在说完后，烧焦味就消失了，我的身体也可以动了。之后我就逃去附近的家庭餐厅，待到了天亮。天亮后，我回家拿上包包，就去车站准备去上课。而我在车站遇到了一位同班同学，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，我同学跟我住在同一个区域，而且他还是本地人。在车上，我向他讲述了昨晚的事，他建议我搬家。然后他告诉我，他家目前只有他一个人住，父母搬到隔壁县的老家，哥哥姐姐都在东京，所以他也邀请我先暂时住到他家去。虽然我感到不好意思，但因为实在太害怕，所以我还是接受了他的提议。那天放学后，我们一起去我住的地方搬东西。当我们到达公寓，停好自行车，同学开口说：“难怪你会梦到那种奇怪的梦，那个梦一定和这地方有关联。”接着他跟我解释说，这里以前也是有一栋2层楼的公寓，但某天深夜被人纵火烧毁，死了许多人。而火灾过后，业主不想花钱拆除，只是用围栏围住，打算卖掉，但是一直都无人问津，于是就变成废墟，闲置很多年了。不过因为成为废墟后，附近的居民就一直向业主抗议，要他拆除。最终业主只好找其他不动产公司合作，在原地重建了公寓。但因为曾经发生过严重的火灾，所以当地和附近的人都不敢租或强租，好像也没几个人来租，导致空房很多。总之，这地方有点诡异。以前我也听过一些传闻，你还是赶快搬走比较好。我在听完同学说的事情后，我才明白这栋公寓的背景以及房租便宜的原因。之后我就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暂时住到了他家。然后过一阵子，我找到了新的住处，就搬离了那个区域。然而就在我搬到新家不久后，有天在学校，同学告诉我，那栋公寓昨天又在深夜遭人纵火烧毁了，死了好几个人。纵火的人很快就被抓到了，是住在附近的居民。那位居民似乎有点精神异常，因为他在被逮捕时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。他声称公寓那边住着怪物，怪物肚子饿了想要吃他，
所以他只能去烧死那只怪物。我在听完朋友告诉我的消息后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因为我立刻想起那个梦，以及那天惊醒后散发着焦味的黑影对我说的那些话。他吃完这里就要煮新的了，你快点走。原来那个黑影是在提醒我快点搬走，因为等到那个怪物吃完后，就会煮新的食物，而那个怪物的食物就是那些被烧死的灵魂。至于那个提醒我的黑影，我想他可能是原本住在那栋老旧公寓，葬身于201的住户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。更多精彩故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